你好，我是 Easy Fish， 我在世界各地旅居，记录在不同城市的生活日常。这段时间我生活在多伦多，住了一段时间后，房间里的东西多了起来，也有点乱，我开始整理和清洁。旅居几年了，生活的环境一直在变化，每到一个新的城市，我都在努力用自己熟悉的生活方式尽快适应新的环境。也慢慢发现，旅居中让生活舒适的东西其实没有那么多，也不需要很贵，有些甚至不需要花钱，但它们会让一个陌生的地方慢慢变得熟悉舒适。所以今天我一边整理做饭，一边和大家分享10件可以增加旅居生活幸福感的小事。这件事花不了多少钱，却让我觉得一天是从自己的节奏开始的。在欧洲旅行时，市集是我最喜欢逛的地方之一。它不只是买食材的地方，也是认识一个城市最直接的地方。看这里的人吃什么、买什么，怎么和摊主聊天，就能慢慢知道当地人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欧芹、牛至、罗勒，它们让一顿饭的风味变得完全不一样。我以前在中国做饭很少使用这些香草，现在我的厨房里慢慢增添了它们。胃口变了，厨房也跟着变了。在德国旅行的时候，我第一次接触酸面包，后来慢慢喜欢上了它的味道。它只靠面粉和水自然发酵，有一点微酸和回甘。迷上这个口感后，我现在的餐桌上已经离不开它了。用酸面包做个西班牙风味与意大利风味两吃的地中海早餐。
意大利旅行时，我喜欢上了罗勒的味道，特别喜欢罗勒与奶酪、西红柿的搭配。多伦多公寓的油烟机并不是很好，排烟与卧室卫生间的换气扇共用一个管道，排到阳台室外。做饭时，抽油烟机与排风扇必须同时工作，不然就倒灌进屋内。所以每次做饭，我会同时点上蜡烛，不仅可以净化空气，淡淡的蜡烛香也让人心情愉快。将西红柿涂抹在焦脆的面包上，撒点盐调味，这就是西班牙 tapas 番茄吐司的吃法。放上奶酪、番茄片和罗勒，淋上橄榄油和黑醋，就变成了意大利风味的吃法。即便是最简单的小花，很普通的角落，一瞬间就会变得柔和温馨。这些书跟着我来到多伦多，他们的运气真好，躲过了在北京地下室里被水淹的命运。我也越来越喜欢去图书馆，它不需要消费，却给我一个安静的地方阅读查资料，也给我留出一段什么都不做的时间。对旅居的人来说，这种免费的公共空间其实很珍贵。哎呦，可恶！这辈子第一次被蜜蜂蛰了，很刺痛，赶紧用香皂洗，抹了激素类软膏，还真挺管用。卧室比较小，用收纳抽屉做床头柜，但以前搬家时表面残留的胶一直没去掉，
这次我用酒精纳米魔术擦，本来要花10元买专用去胶剂，没想到1块多钱的酒精就搞定了。可以去健身房，也可以像法国人那样在街头跑步。我1周3天有氧舞蹈，2天肌肉训练，有时和家人一起跑步。旅居的时候，很容易因为坐着剪片、整理素材而减少运动，所以对我来说，健身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多伦多公寓的烟感器非常敏感，低温电炖锅也要放在油烟机下方，否则煎肉时产生的油烟会触发报警。倒入浓汤料，放了1颗草果，2个干辣椒，设置低温炖6小时。其实我只炖了3个多小时。我喜欢这样的烹饪，因为大部分时间不用我动手操作。以前我只喜欢马苏里拉，但在法国旅行时，我逐渐接受布里奶酪。刚开始我不太喜欢那一点点臭味，但是慢慢的越吃越喜欢，尤其是和枫糖浆或者葡萄搭配，非常美味。
Don't know if I can find my way out. In this and everything is gone up. Fall into the ocean. Reaching out, I'm reaching out. The water is rising over me. The water is rising. It's coming. I'm reaching out, I'm reaching out. The water is rising over me. The water is rising. I'm reaching. It's coming. I'm reaching.每次进入浴室都能闻到它的香气，这让洗澡这件普通的事情变成一天里值得期待的小事。岁月和地心引力都不会停下来。以前我只护肤，现在还会花一点时间做脸部按摩。每天用上几分钟，认真照顾一下自己。这10件事情好像并不是生活必需品，但仔细想想，那些让日子变得有滋有味的小瞬间，往往也不需要花很多钱。愿意为这些细枝末节留一点心思，这就是我眼里美好生活的模样。